男孩在教室认真学习，却被校长大声呵斥，说他正在偷窃学校的知识。原来男孩已经拖欠1个学期的学费，就这样他被校长赶出了教室。威廉问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帮他交学费，爸爸说这要看天，如果今年风调雨顺，庄稼丰收就可以上学。这里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马拉维，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，这里没有电力和机器，人们完全依靠大自然生活。村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，把村里仅有的树木卖给了木材公司，可没想到不久后大雨来临，没有了树木的保护，洪水迅速淹没了刚刚种下的庄稼。爸爸拼了命的想从地里抢救些种子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水灾过后又迎来了长期的干旱，地里的庄稼因此全部枯萎，这意味着他们今年将没有收获，家里仅剩的粮食最多够他们吃2个月。威廉想要上学的梦想也彻底破灭。这天他意外遇到科学老师和姐姐约会，在他们这里私下约会是伤风败俗的。气愤的威廉想要拆了老师的自行车以示警告，可正当他要动手时，自行车的车灯吸引了他的注意，通过车轮的转动，车灯开始忽明忽暗起来，像一道曙光照亮了这个贫穷男孩的世界，彻底改变了威廉的一生。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为什么不发电从井里抽水解决干旱呢？但以他目前所学到的知识还远远不够。于是威廉找到老师，询问他为什么车灯没有电池却会发亮。老师说是因为车上有直流发电机，通过磁铁线圈打破磁场产生了电流。威廉说，我想要做一个需要什么材料？老师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图书馆里有关于发电的书籍。可是威廉没有交学费，不能进图书馆，于是他开始威胁老师。 There is a man who comes to my village. 显然老师害怕被人知道，他带威廉来到图书馆，谎称威廉正在协助自己做科学实验，需要来图书馆找些书籍学习。在老师的担保下，威廉留了下来。他找到了一本关于风力发电的书籍，接下来就是寻找制作发电机的材料。威廉来到垃圾场碰运气，他找到了一块蓄电池和一个小水泵，却没有找到能制作发电机的材料。于是他找到姐姐，想让姐姐把老师的发电机要过来，这样就能制造电力抽水系统，拯救农田里的庄稼。第二天，姐姐找到老师，答应和他私奔，以此换来了发电机。威廉找来小伙伴，他们利用塑料管制作扇叶，把发电机和收音机连在一起。随着扇叶的转动，收音机竟然工作起来，一个小型发电机制造成功了。他带着自己的发明找到爸爸，如果能做个更大的风车，就可以驱动水泵灌溉农田，彻底解决干旱的问题。不过需要锯掉爸爸的自行车进行改造，爸爸已经被饥饿耗尽了体力。听到儿子还要毁掉家里唯一值钱的自行车，他彻底暴怒了。爸爸一掌打烂了风车，他警告儿子以后不许再碰这些蠢东西。可威廉并没有因此放弃，他找来小伙伴想要威胁爸爸交出自行车。爸爸挥舞着锄头赶走了他们。不久后，威廉养了3年的大黄也饿死了，他抱着大黄失声痛哭。这时妈妈找到爸爸，他说，我们一直在失去，因为饥饿我失去了女儿，我们做的一切都徒劳无功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停止失去呢？这句话点醒了爸爸，让他明白祈祷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雨水。他把自行车交给了威廉，决定相信儿子一回。村民们听说后纷纷过来帮忙，他们一起砍树搭建风车塔。很快，一个巨大的风车建好了。威廉爬上高塔接好电线，随着风车转动，发电机开始工作。人们期盼着奇迹的发生。不一会儿，水管里真的流出水来，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。一个13岁的男孩给全村带来了希望。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，故事很短但很励志。威廉通过自己的发明被资助重返学校，在马拉维完成了学业，然后到南非就读非洲领导学院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。